在2008年9月中的时候，各大报章头条都是有关安华916变天还有政治浪潮的新闻，但却让大家都忽略了一起人神共愤的案件。无论是受害者或是加害者，都让小南不禁感叹：受害者年纪这么轻，却要经历这种事情，实在叫人痛心。加害者更是不说，年纪之轻，但犯案手法却是残忍的，让人害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，来自新山古来伊布拉辛国中的16岁女孩赖映欣，大家都叫她古来校花，是一个漂亮又懂事的孩子。因为家境不好的关系，所以映欣都在古来的一家购物商场兼职服装销售员。由此看来，她真的是一个非常贴心、孝顺的孩子。2008年9月11号这天，映欣照常去打工。9点钟下班后，她便从商场走出来，这时却突然遭到4名男子强掳上车，自此失去了消息。事发第二天早上的6点钟，映欣的妈妈接到了来自绑匪的电话。根据消息指出，绑匪向家属勒索了6万马币，但警方一直都没有证实属金的数目。警方在接获家属的投报后呢，马上成立了特别小组调查。家属在13号凌晨3点钟把赎金交给绑匪，随后警方经过手上的线索，成功在15号的时候截停了一辆车，并逮捕了4名嫌疑犯，也在车里找到了赎金，归还给了映欣的父母。后来又逮捕了3名嫌犯协助调查，最后这3名嫌犯也被证实与此案无关。然而，最让小南震惊的是，在这些嫌犯中，年纪最大的才22岁，最小的16岁。还有消息指出，这4个嫌犯里面有1个是认识映欣的父母。在映欣失踪后，他还在旁边安慰，并且一直游说映欣的父母尽快把赎金交给绑匪。就是这一连串可疑的举动，让两老起了疑心，也是警方快速掌握绑匪身份的关键。但天意弄人，嫌犯在16号的时候向警方坦诚，其实映欣已经被撕票了。随后在嫌犯的带领下，警方在古来公主城附近的空地找到了一具已经被烧焦的身体。后来经过验证，身体的主人就是赖映欣。警方由此推测，嫌犯在掳走映欣后，把她囚禁在一个地方，之后不久就把她迫害，并且把遗体搬到另一个地方焚烧，想毁身灭迹。接下来就是向家属进行勒索。整个犯案过程都是在古来的不同地方，不过距离还算是很靠近的。根据网上的消息显示，其中1名嫌犯被指是映欣的追求者。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，其中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求爱失败，并且因爱成恨，在心有不忿的情况下，开始与其他3名嫌犯策划掳人，还对映欣下毒手，以泄心头之恨。然而，映欣在当时是有一位男朋友的。这位不愿透露身份的男朋友表示，映欣曾跟他投诉过，近1-2个月以来，有一个22岁的男子一直骚扰他，也就是嫌犯中的其中1人。这名男子常常会打电话或发短讯给他，但他都没有理会。他还说，映欣身边一直以来都有很多追求者，所以对这些事也是见怪不怪了。这名男友还提到，嫌犯之前曾在理发店工作，还听别人说嫌犯的心理是有点问题的，甚至曾经向自己的前女友施暴。如果这一切属实，那犯案动机就显而易见了。在4名嫌犯中的第4被告黄家伟，高庭早在2010年11月25日宣判他表面罪名不成立，所以就只剩3名被告被判刑，分别是第1被告郑景宏、第2被告梁伟龙以及第3被告黄顺信。这起案件在进入答辩环节的时候，第2被告和第3被告居然否认他们是认识受害者的，而且也否认所有的罪状。他们声称自己不曾打过电话给受害者的家属要求赎金，这让映欣的妈妈没办法接受，直接站起来问法官说：“怎么可以这样？”
随后，法官也开放现场聆审的家属和公众发问。应兴的妈妈谢秀萍马上站起来表达不满3名被告否认罪状的行为。法官就此回应说，法院将根据呈堂证据充分与否，判决被告是否必须对此案负责，意指家属必须等待判决。第一被告声称，在2008年9月11日案发当天下午2点钟，曾有一名叫王坚的友人来到他工作的理发店，并表示要载送女友，所以向他借车。随后在当天凌晨12点才把车归还给他。他说，王坚在2008年9月11日至15日曾2度向他借车，并把手机及放置现款的黑色袋子留在车内。他过后还把这2样物品占为己有。但最可疑的是，当时的主控官要求被告提供这个王坚的基本资料时，被告却说不清楚。加上第2被告及第3被告也表示不认识，也没有遇过这名叫王坚的男子，所以这些证实根本不攻自破。最终审判结果是，第1个被告也是唯一成年的被告郑景宏被判谋杀及绑架16岁少女赖应兴罪名成立，他将面对死刑。其余2名面对同样罪名的未成年被告则扣押至监狱，等候柔佛州的苏丹宽赦。至于到今时今日这2个人怎么样了，小南也找不到有关他们的最新消息。在整理这起案件时，最让小南心碎的是，应兴的妈妈说过一句话：被告向法庭陈述时的表情看起来一点都没有忏悔的意思。面对这对自己女儿痛下毒手的人，自己却无能为力，心情一定是崩溃且痛苦的。应兴的爸爸还说妻子在女儿遇害之后患上了忧郁症。其实小南真的无意再去揭开这些家属的伤口，但是真心想借由影片提醒社会大众，加害者虽然年纪轻，但是从绑架、勒索、撕票到分尸的过程，你可以看到他们根本就是计划好的，绝对不是因为一时冲动而犯案。而且在答辩时，也不见得他们有任何悔改之心。说实话，真的不应该因为年纪轻而赦免他们的罪状。法律一直都在保障加害者，那么谁来保障受害者和失去骨肉、失去亲人的家属呢？就好像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韩国溯源案的加害者赵斗淳出狱，这对受害者来说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。希望韩国的警方真的能尽全力好好保护这个女孩，避免这种败坏的风气和道德的沦落继续发生。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了哦，再次感谢你的收看和支持。小南的频道呢，终于突破5万的订阅数啦！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订阅小南频道的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其实有什么故事想要我说的，也可以留言。不过有一些的资料真的太少了，所以没有办法做。那我会尽力的。然后也很谢谢我的一些男粉，就是每次一上新的影片就会看到他们我几乎都把他们记住了。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，各方面也是努力调整中啦。那还有许多影片也加了英文字幕，那只看中文字幕的观众朋友也可以点击这里关闭英文字幕哦。最后的最后，小南现在每个星期都会更新3支影片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拜拜，么么哒。